远胜沧海中，凌不疑一直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这是他的执念。为了复仇，他舍弃了一切，包括程少商。之后，程少商和他退了婚，凌不疑改名霍不疑，被发到边城驻守。程少商也和袁慎订婚了。5年后，凌不疑返回都城，虔诚地给程少商赔罪，最终又挽回了程少商的心。原著中，霍不疑在边疆安定下来后，就开始查访少商的近况，知道程少商所有的桃花。他知道袁慎想要求娶少商，觉得袁慎是真心爱慕少商的，也是最有毅力才干，将来少商十有八九会嫁给他。于是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暗中的注意袁家，帮衬袁慎。后来果然察觉到了袁家的一个非常大的隐患，袁慎的父亲的义兄被忽悠着去刺杀征蜀的大将，惹下大祸。后来事发，果然袁慎父子都被下狱。这件刺杀案的主谋其实是敌军的公孙宪。后来袁家得以免罪，是因为他们弥补过错，又去刺杀了公孙宪，算是将功补过了。但其实是霍不疑杀了公孙宪，费了许多力气，带着重伤大战公孙宪的心腹死士，斩杀公孙宪，并且一直蒙面，伪装成了原配袁慎的父亲。这件事不仅让袁家脱罪，甚至让袁家以退为进，为袁慎以后的前程铺好了路。他默默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程少商，盼着程少商嫁给袁慎后一生无忧。袁慎也是个君子，他知道了之后，接着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少商。有一个人于孤寂苦寒之中，于毫无希望之时，依然在暗中看着你，护着你。你听清楚，我不领他这人情，但是你得领。说完这话，他再不顾20多年的教养仪态，拔足疾奔而去，不想让女孩看见他盈眶欲出的热泪。只要我活着，无论你有什么难处，我都会替你解决。这句话这辈子都受用。霍不疑微微一笑，总之，我希望你这辈子平顺无灾，喜乐无忧。霍不疑本来是打算成全程少商和袁慎的，但见了程少商之后，发现程少商还是对于自己的情只是不承认，而自己也是放不下他，于是又再度展开攻势。当年两人在彼此的手臂上咬了一个咬痕，凌不疑听说程少商的咬痕淡了，又发起疯来。女孩傲慢地站在那里，眉眼凉薄。霍不疑忽然憎恶起来，他已经病入膏肓，药石无医，他却要全身而退，待伤愈后清清爽爽地另嫁他人。凭什么？他又把程少商咬了。霍不疑一把抓住他，单腿跪地，牢牢箍住他纤细的腰身，恳求道：你别这样狠心，6年前是我对不住你，别人不明白，但我明白。你从不肯相信别人，也不愿意依赖别人，可是我逼着你接纳我，等你全心全意要和我过日子时，我却舍下了你。程少商再度落泪，已经结痂的心口上又被撕开了一道裂缝。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权臣单膝跪地，抓着程少商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，卑微地哀求他：你别这样狠心，求求你，别对我这样狠心。他早就后悔了。诛灭凌氏兄弟的那夜，他看见少商满脸是泪的追来时，他就后悔了。他将他从马上抛出去时，他也在后悔。少商向陛下磕头，向宣宁娘磕头，一字一句的请求与他退亲时，他更是后悔。之后他辗转西北和漠北，无数风霜苦寒的冷夜，独自看着牛羊呼啸的牧场，只要想起程少商，他就一遍一遍的后悔。我想，若是能重来一回，我一定不会那样铤而走险，奋不顾身。我要按耐住自己，哪怕是让凌氏兄弟多活几年，哪怕复仇愈加艰难，也要走光明正道。我希望将来我若嫁给你，只是因为我想嫁你，而不是因为贪慕权势与惧怕威吓。亦是感激你对我的情谊，只是因为我心悦于你。原著大结局时，程少商终于发现了凌不疑手腕上戴着的上商弦。从程少商在华县给霍不疑拔剑治伤开始，霍不疑就一直留着拔剑的上商弦。霍不疑总是担心和程少商缘浅缘深，将来不免分离，一直把上商弦缠在手腕上。后来他们果然分别5年，凌不疑也一直带着上商弦，看着他才觉得心中还有一处是热的。上商弦从头到尾见证了两人数次的同生共死。袁慎也曾经自嘲说，如果让霍不疑放下如今的所有权势，带少商回丰县或是老家生儿育女，平静度日，我相信他是愿意的。而袁慎自知自己都未必能做到。此时的程少商和凌不疑早已解开心结，终于在一起了。阿正，
你身负深仇大恨，却依旧能够淡泊仁善，心怀光明。你过世的双妻和兄子在天有灵，必以你为傲。阿正，这些年来我做错了许多事，伤过你许多次，可你从未对这人世间的真情心灰意冷过。你至情至性，心如赤子，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男人。阿正，能遇上你，我三生有幸。